Welcome back！ 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8日，在這邊祝各位2026年新年快樂，一切要順利才對。好，那我們從來沒有在這個頻道用過節慶的影片，我希望這部影片能在1月2號那天準時上映啊！也感謝各位這2年來的支持啦，真的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我其實也有錄一片，回顧了2025年、2024年的，那這個影片可能之後再放吧，但真的就是覺得很酷哇！這個影片居然還是有人在看的。我前幾天其實有寫一篇文，就是我從開始寫文章到拍片，其實我都只是在把我腦內的或是我整理到的資料一口氣的補在那個地方。我做的是我想看的文章跟我想看的影片。那我很感動的是，原來有這麼多人對於我想要看的影片是感興趣的。我一直以為我的算偏頗。那在這邊呢，特別鄭重的警告那些6成沒有訂閱的觀眾。對，我們的影片很奇怪，大概都是6-7成的非訂閱人口。然後呢，高達了98%的男性。Anyway，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呢是 NF53這把琴，我相信大家也是老熟人了。這個影片凱瑞篇已經上映很久了。那這支琴呢，其實後來我一直都有拿出來賣，然後怎麼賣都賣不掉，然後也去參加了2次展。那期間也有很多人有試彈過，給了我很多他們的心得跟想法。那在這邊還要特別感謝這支琴現在的琴主手東哥願意拿出來給我們拍片，然後還被我拖到現在拍，謝謝手東哥。OK， 那我相信你會好奇 PRS NF53到底有怎麼樣的背景，跟它拆開來是什麼樣吧，對吧 ？OK，let's move on。好吧，那首先呢 ，NF53這個名字，我們把它拆開2塊來討論。其實有一個朋友有跟我討論到一件事，就是 PRS F1裡面有一個 NF 系列。那 NF 這個字其實講的是這2顆拾音器。其實很多人在看到 PRS 的時候，都會忽略掉他們家對於拾音器這個東西的設計功力跟用力的程度。很多人講到裝色會想到裝色的 pickup， 很多人講到 PRS 會知道PRS 有什麼5708還有5808之類這種數字很亂的 pickup 嘛。但相對於裝色，其實 PRS 的 pickup 不只限於 vintage 這個路線。這要怎麼講？從513那把琴開始，其實 PRS 一直在 research 在拾音器的可能性中。那最有名的2個東西，我要討論的一個是 TCI 技術下面的拾音器。那最有名的就剛講到的513、509，他們都是 TCI 技術下面的 pickup，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很微妙的波形在這個地方。我相信看得懂的人就知道我在講那個頻率是什麼東西了啦。對，如果你很在乎的話，你就覺得那聲音怪怪的。可是有些人就是喜歡。那另外一個很有名的，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 John Mayer 的 Silver Sky 身上那一組 pickup。很多人都說哇，一插上去就是 John Mayer 的聲音。其實那個就是一種拾音器設計功力的展現跟發力，很用力的在挑戰跟研究達到的結果。好，那 NF 呢，其實也是 PRS 一個現在他們很用力在我算是在挑戰消費者口味的拾音器。這個 pickup 有幾個前提，第一個就是它的大小要大約等於現在的 Strat 拾音器的大小，雖然還是大了一點點。再來呢是它的磁鐵設計，其實是 PRS 自己的一套模式。再來呢，它會強調3樣東西，一個是雜訊要低，第2個是頻率要夠平均，那第3個其實是很多人在改裝拾音器時常常會忽略掉的一個東西，叫做旋拉扯。這個其實我覺得蠻重要的。在近年，我覺得很好的一件事情是，逐漸的有消費者意識到，所謂的出力大，並不等於拾音器就會很兇這個概念。因為所謂的出力大，其實它帶來的更多是低頻的表現會更強勁，但不代表說你想要那種很高頻強勁的 power core，反而大出力是好事。For example，Eddie Van Halen 的 pickup， 像現在這件事情被認知到之后，我真的是覺得很開心。那像現在還有很多玩家會注意到 Ceramic 磁鐵啊 ，Alnico 2、Alnico 3、Alnico 5、Alnico 8這種磁鐵的變化，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趨勢。就是我覺得，以後大家改拾音器會有更具體聊天的方向。那低旋拉扯，其實我覺得是目前比較少人注意到的一件事。這件事情是這樣子啦，我現在這樣子你感覺不太出來，就是我在這邊畫，其實我這個是
很難感覺到有磁在拉的，我除非很貼，對，也幾乎不太會有磁力。這個是 NF5 拾音器一個很獨特的地方。那這個弦拉扯其實它會帶來很多很奇怪的東西。不一定是壞，但絕大多數都是壞。我們前陣子跟阿元遇到一個很好笑的案子，這支琴怎麼樣弄都會打旋 ，fret 超平，高把位補償也做得好好的，內殼是直的，什麼都一切完美，然後它就是會一直不斷的在出弦的地方一直打旋。結果呢，那把琴經過了好幾位知名技師的會勘之後，我突發奇想，我們換一套拾音器看看。就換上去，那個琴就不打旋了。就是這麼扯。因為它那一款拾音器磁力太強了，它強到那個弦不斷的往下做功，然後它的震動每一下都是往下走，然後就吱吱吱，越粗的弦表現越明顯。那這個也是我覺得以後大家可以慢慢去注意的。那基本上現在的話，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琴把拾音器調得很高，然後去感受一下那個弦，被磁鐵拉動之後，它那個表現的感覺其實很有趣。然後我覺得是值得被大家多認識一下的一個點。那我很高興 NF53是有把這件事情做出來的。那 NF53後面的那個53，它就是指它是 Paul Reed Smith 手上有一支1953的 Telecaster。那個時候的 Telecaster 不外乎就 H body、Maple Neck、Maple Fretboard， 外加一個非常架構簡單的 Bridge。去組成的。Paul Reed Smith 很喜歡那支琴，但是他也在想，如果今天是 PRS 要來做一支 Vintage 的 Tele， 我們該怎麼做 ？PRS 給人的印象，看看，在很久很久以前到現在，其實不外乎就是很好養，非常的好彈，容易上手，然後對一些人而言是沒有個性，不好玩。但這兩點其實並不是說它不好哦，而是在講說它可能太全面了，或是它能做的事情太多了，以至於很多人摸到它的時候會瞬間不知道我要彈什麼，因為太多可以玩的了之類的。那 NF53 其實也大約是基於在這個架構下面去探討，如果我今天是 PRS， 我要怎麼出一支 Tele。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 ，PRS 就推出了這麼一支，在當時包含我在內都在說，哇 ，PRS 居然出了一支 Silver Sky 的 Telecaster， 太酷了吧！那實際摸到本人之後，覺得哇塞，這根本就不是一支 Tele， 它只是有那麼一點 Tele 的元素在。對，這要怎麼講它 Tele 的元素在？其實這半年的期間，很多老師朋友其實都摸過這把琴，包含曾經想買的，包含好奇的，包含我去展會的時候，有一些人看到它，我可不可以試試看，然後想要知道凱瑞彈奏的心得跟他感受是不是一樣，那不外乎幾乎一樣，還有非常快的高頻，非常明確的 attack， 其實這一些表現都讓 NF53 確實會讓人覺得，還蠻 Tele 的。但如果真的實際的去感受，或者是說比較深度的去玩它之後，會發現，這支琴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操控，但是並沒有這麼有 vintage 那種要駕馭它感覺的琴。那像我們 NF53的凱瑞篇呢，其實我們有刻意的把話題引導到，如果你要買一支 Tele， 你會不會選擇 NF53？那其實凱瑞在影片中的表現也很明確了，就是他並不會想要買 NF53 來當做 Telecaster。其實這就會回到 NF53 他自己本身的一個定位，因為它太不像 Vintage Tele 了。然後同時你用 Modern Tele 的角度去看它，它又有點不太那麼 Tele， 所以這就會變成 NF53 有一個很尷尬的狀況。那也是我覺得市場上銷售表現不是很好的一個原因啦。我在這邊用這個聲音出現，就代表那個當下是沒有聲音的，對，因為麥克風突然沒有電了，我沒有注意到。那後面呢，我本來也錄完了，我發現，我用另外配的其實太 gay 掰，而且好難剪。所以待會下一趴的畫面會變成拆散的，我們用個別零件的方式跟大家講解一下好了。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Let's move on。
歡迎回來。今天是12月30號，也就是剪輯影片的那天下午。好，那你們眼前的這支 NF53就還沒有組回去，所以還有機會趕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爆炸之後的細節。雖然你們看到的已經是我第2遍了，也就是說這支琴現在編拆的過程，我不會有那種很新鮮的感覺了。我知道有些人很討厭我那個笑聲，但是也有些人跟我說我那個反應很 real， 我覺得都好啦。那 anyway， 這支琴目前對我而言是複習。好，那我覺得第一個可以跟你們分享的是這個 Fado， 或者是說這整個 Bridge。基本上有一些人會說，它怎麼會做成這種一共雙 Fado 3條弦槓過去的設計？那它這樣子是不是還比那種傳統式的還難調？那其實我相信如果你是對8度音有研究的人，就是一些有在玩 setting 的，應該會知道，就是合理的8度音其實就是1、2、3弦是一個斜坡，那4、5、6弦是一個斜坡。NF53就是巧妙的利用了這個特性去做了這件事。對，這件事情其實是蠻有趣的。你如果去觀察一下一些8度音正常，然後 fret 或等等的一些狀況比較正常的，因為還是有一些琴像凱瑞的335就是沒辦法變成2個斜坡，但大部分的琴8度音正常的話，大概都是這樣的雙斜坡。也就是說，傳統的3個 Fado 的設計在3、4弦的地方會產生很麻煩的狀況，不是第3弦的8度音不準，就是第4弦的8度音不準。那這也是為什麼像 Hipshot、像 Gotoh 他們在出後面的 Tele 套件的时候，3、4弦會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特規零件，其實就是要把它的3、4弦的問題把它補正過來。那 PIS 用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案。那再來是它拉弦的設計，它並沒有用 top low 就是弦從正後方穿過去的方式，也沒有用 back through 就是弦從琴身上面過來的方式。它很巧妙的選擇了一個非常 PIS 式的邏輯，就是它直接勾在了這個 bridge 塊的下方，有沒有看到這個？它用勾的方式，那這個東西就變成了非常的 PIS，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會說 PIS 是介於 Fender 跟 Gibson 中間的產物嘛。那 Top Low 其實就很像經典的一些 Tele 或者是 Les Paul 那種 Turnomatic， 那 Back Through 就是很經典的 Tele 式的穿法。那這種勾着的其實就變成了它弦的角度是介於 top low 跟 back through 的中間，是一個斜坡式的設計，這個非常的 PIS， 我真的覺得很酷很有趣。再來是 NF 拾音器，然後也可以看到我們這邊護板已經拆掉了，可以看到它並沒有走勾線的方式，然後這樣子你就可以猜測它大概走2個路線，一個是打斜着過去，一個是這樣子穿過來。那 PIS 在做這一塊的時候其實是蠻聰明的，因為他選擇的是在 Pocket 開完之後開了一個這邊一個洞，它是這樣子斜過來的設計，所以在這邊它會有一個很巧妙的有沒有雙孔，還蠻準的。這個待會我們再仔細看。那同時呢，因為它這個孔是斜的，所以它的拾音器的線，它可以很放心的直接走在右邊。對，其實你注意看，大部分的拾音器，除了傳統的 Straight、Tele 單線圈之外，大部分都會是偏一邊出現的，特別是在 Humbucker 的部分。也就是說，如果像有一些廠，它是在中間開一個溝，然後從後段一起出去的話，就會變成這邊有一條線是要彎過來，然後再過來。那這個彎過來呢，一般在 Direct Mount 的琴上面就會產生可能沒辦法把拾音器鎖得很低，因為下面有那條線的存在等等的問題。那基本上 PIS 呢，因為這個拾音器的特性，所以它可以很大膽的走在這個位置。好，那同時也可以看到 NF 拾音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產品，它是一個用螺絲鎖的封裝，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Narrow File 的，然後同時一樣是 TCIF， 就是有用到 TCI 的技術的拾音器 PIS USA。然後它的拾音器底部是有放軟墊的，以及用螺絲加彈簧的固定方式。然後在 Bridge 的部分，剛剛說到它的弦是勾在底板上面的，那它這邊就是很單純的開了一個勾去做那個弦的豆豆要定位的位置。然後呢，它的琴橋接地就非常的簡單，這邊開一個細細的洞，就這樣子過去了。它並沒有像後來 Fender 在 Modern 系列走的，就是Bridge 塊，然後直接
拉一條線到後段拾音器的底板上面去做接地。還有一種是復古式的 Telecaster， 特別到後來的 Original 開始，很多人會跟我說，大人為什麼那個琴身上沒有琴小接地線？那其實是因為它透過了拾音器的螺絲去實現了琴小接地。這個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聊。那基本上 PIF 的這個方案它是非常穩固啊，未來要維修也非常放心的一個設計。我真心的覺得這個是 PIF 它在設計一把琴的時候，它考慮了很全面的一個地方。對 PIF 的琴很少需要維修。那你們也看過我修過 PIF 的 P22， 基本上它整個對技師的友好程度是非常棒的。那在電路的部分可以看到，它很巧妙的開了一個菱形的孔，然後還蠻帥的啦，就是這樣子看的話。然後那個時候有人跟我說，這個好像是金屬的。那目前可以確定這一塊是塑膠。那它背後是一塊完整的銅箔屏蔽。它的琴身裡面呢，它的底部是放了這個應該是有銀粉的導電漆，然後再透過一條銅箔線這樣子去延伸。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式。那關於屏蔽這一塊，以後有機會我們可以再深度的聊聊，因為我個人其實是不喜歡屏蔽的那一派人啦。就是如果你追求的琴那種高頻的動態要好啊，表現要夠突出，其實屏蔽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好，那在電料的部分呢，可以看到它是 CTS 加上 CRL 的3段開關，然後這個電容也是 PIF 非常經典的一個設計。然後高頻補償呢，它一樣是 PIF 這種很有趣，跨一個電容，然後這邊再送一個電阻去接地的一個邏輯。其實我覺得它這一套也是讓 PIF 的音量有很多人會喜歡的一個原因。然後接着所有的電料都是在 Switch 身上完成了一個類星狀的接地。所謂的類，就是因為我發現它並沒有用這邊去做輸出，它還是有回來。但大部分像拾音器的接地，它全部走在 Switch 這邊，然後可變電阻的接地也是這樣子走，真的是蠻微妙的。可以看到這邊也是。對，它基本上就在一個 Switch 身上完成所有可能的接地的。然後在 Jack 這一塊呢，它用的這個我覺得是黃銅，那因為它是金色的，雖然我知道相機上看起來有點銀，但它是金的。然後好處就是不用擔心它破，然後它也沒有去選擇傳統的 Tele 的那2路方案，一個就是老 Tele 的那種，裡面打一個停止片，然後外面再套，然後用螺帽鎖緊的，或者是我們後來比較多幫 Fender Tele 改的左右鎖螺絲的那個方法。那 PIF 2個都沒有選，他直接選了一個最穩固、最牢靠的一個方案。我覺得這就是 PIF 做琴的一個邏輯。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廠，我個人雖然沒有太大的興趣，但是我從來不會去太排斥它的一個原因，因為你可以知道他們在設計選料上面，他們是有一套他們的堅持跟準則的。那整塊 body 是 Swamp Edge， 然後重量蠻輕的，整隻琴的組裝完帶弦的重量也才 3.1 公斤。那它很好玩，它挖的並沒有很多，可以看到這個 contour 並沒有非常的斜，這邊的 belly cut 也並沒有非常的凹。對，它基本上你會覺得哇，它挖的木頭有點少啊，很像自己的啦。因為我本來想要講說很像傳統的 Tele， 但是想想不對，因為傳統 Tele 連這個凹都不會有。它就是一個自己那一路的，对。然後這個背後呢，那個時候凱瑞篇出來的時候，還有人跟我說，這對琴是不是背後沒有挖？有啦，它有挖，可以看到，有沒有？對，但好，它挖的真的沒有很多，那也很佩服啦，就代表這支琴它的原始木頭重量真的不重。然後接着在 Pocket 的部分，我覺得 PIF 真的就是我們沒有什麼好聊的。我們這支琴你在拆下來的時候完全沒有沾黏，然後它合得很密，合得密的程度是我後來發現這邊有一條漆，這個漆在琴頸身上刮出了一條溝。然後這個剛剛棟有講了嘛，那接着這個琴是5月17號2024年生產的啊。講到這個琴在電路這邊有一張這個貼紙，然後這個貼紙居然是它這樣子，它用一個對膠帶反繞的背膠法去弄的。可以看到真實的出廠時間是7月12號2024年。好，然後knob的部分呢，就是 PIF 經典的這種灰黑色透明的，然後加上這個，
我知道很多人 Silver Sky 的這個會說很鬆，這個等我們拍 Silver Sky 的時候再來。對，我先預告好了，感謝手東哥提供了一支 Silver Sky 讓我們猜，而且是最早的一個版本的。那我們就順便來聊聊這個東西。好，那在 body 的部分目前就這樣子，我們先把它收起來。接着是情景，我們先從這一側開始看，可以看到非常的乾淨，這個是我們開過這麼多 Fender 都沒有的程度。那這就是 PRS 的基本，然後它的烤漆的定位在這個地方，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剛剛講的那個刮痕是出現在這個位置的，對，它咬得很緊。我們拱橋狀拆嘛，然後一開始拆，就開了，可是後面很緊，抽不太出來，然後接着是慢慢拖，然後才開始拉開。對，它 PRS 的這個 ball on 的設計，你真的無需懷疑。那在 free end 的部分，也是我們 Fender 的 Ultra Last 那一篇有講過的，就是很少每場琴會做到 Ultra Last Vintage 那種程度。那可以看到它這個也是屬於比較保守的，就是左修右修，然後45度修45度修，並沒有修得很誇張，然後也都是保持這種三角形的感覺。可是你摸起來就是頂端是有點尖尖的，但並不會影響你彈奏。這就是 PRS 的一個獨特性吧，我覺得。你不會說它做工絕對超好，可是它就是給你一個最安全的結果。那 Nut 的部分呢，它的規格是基本的 PRS 規格，這個我有合過了，這個是 OK 的。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Truss Roll Cover， 可以看到這個 Truss Roll 完全沒有調過啊，它是標準的 PRS 的那個螺牙，然後頂端還有放一個核桃木，它跟 Fender 是整個倒過來的 ，Fender 是後面放一條嘛，那它是放在這邊的。然後它一樣，就是你越調，它的頭會越出來。可是這支琴很厲害的地方就是，這半年完全沒有變形，真的是，這就 PRS 吧，只能這樣講了。對，整個 tuner 的柱子呢是黃銅的，這一點非常的有趣。然後我們有把它拆開了，不是溝頭做的，基本上就沒什麼好講的，應該是 PRS 自己家的特規料啦。那我們這邊就不拆了。然後這支 neck 還有一個很值得講的地方是它這個Scarf Joint， 它的位置在這個頂端，那它的最末端在這邊。這個東西在以前，我相信有點年紀的朋友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廉價琴，他們才會做的方案。其實這個東西它的目的是這樣子：今天我們的琴頭要向後傾，最貴的方式就是像 Gibson 那樣子，是要剛好可以讓琴頭有一個角度的，然後它就切出那個琴頭角度，然後再做出指板的那一面跟後面這一面，所以它會需要一個非常大的木頭。然後呢，後來就是有人發現用一個方法會更節省木頭，就是一塊直的，然後一塊斜的去做琴頭的角度，那這邊就是把它修到一個剛好可以插上去的一個位置就可以了。那它在做完琴頸之後，就會產生這邊有一個半圓形的一個結合處。那這個就是很多90年代的日常 Ibanez 到所謂的 EP Phone 韓廠 EP Phone， 其實都有這一條溝。然後因為時間的前進，那些琴往往可能也沒有受到很好的照顧或對待，因為往往不会是很貴的。雖然那個時候的每場 Jackson DK 也是這樣做，但大部分其實都可能會因為台灣的環境惡劣，然後就膠合開了，然後一上弦，哇，這邊就拉開一條溝，就會開口笑。所以很多人印象對它是不好的。但其實呢 ，PRS 的這一支，或者是說 Silver Sky 開始，它就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你可以看到它的最頂點在這，然後接着它這一塊在這，所以它雖然也是為了省木料，但是它很聰明的把這個點看到，它剛好是在 Truss Roll 的正下方。那 Truss Roll 的正下方是什麼意思？就是 Gibson 常常斷頭的一個原因，因為 Gibson 的 Truss Roll 下方到這一塊木頭其實是極薄的，等於你只有靠2條這個肋條，然後去支撐 Gibson 的頭。那它把這一塊延伸到這，當它這邊受到撞擊之後，它的應力會相對的往兩邊分散，而且膠合其實是比木頭本身還要強壯的一個材質。這也是為什麼 Gibson 只要斷頭修得好，基本上很難再斷第二次的一個原因啦。但修不好，或者是說
他修的過程中沒有去理解那個應力分散的問題的話，很有可能因為膠太強了，然後膠去把其他木頭纖維幹破，也是有這種案例。那基本上呢 ，PIF 在做這個結合的方式時，其實它保護了這個琴頭的後傾，然後加上 truss rod 這邊很薄的一個問題，剛好是可以去強化一下這一塊的點。可以看得出來，這也是 PIF 的一種很有趣、很微妙，然後也不會大聲講出來的一個地方。對，然後指板是另外在貼合的，所以這支琴琴頸的強度是真的就在這邊了。這半年這支琴一直在罰站的狀態，它都沒有需要調 truss rod， 超強。好啦 ，NF53 應該就聊到這邊吧。要下一個總結的話是，其實 NF53 剛上市的時候，我是嘲笑它的，就是哇 ，PIF。你玩了 Strat 之後，終於要來玩 Tele 了嗎？可是後來仔細想一想，其實 Tele 的結構這麼簡單 ，PIF 要怎麼玩？然後再跑去找更多照片、一些資料，發現哇靠，它連背後的穿旋孔都沒有。你這個是要幹嘛？然後就會越來越好奇，所以那個時候台灣一登場的時候，我就跑去看了。我太想要知道這個琴到底在幹嘛了。然後實際上它也讓我有足夠的震撼。但其實講回來 ，NF53 沒辦法吸引到喜歡 Tele 的玩家，因為他們覺得它太不 Tele 了。然后同時呢，它也沒辦法吸引到不喜歡 Tele 的玩家，因為這些人覺得它太 Tele 了。对 ，NF53 沒辦法像 Silver Sky 一樣，可以讓一票 Strat 的愛好者會去喜歡它，也能讓一票不喜歡 Strat 的愛好者去喜歡它。NF53 是一個真的比較尷尬一點的產品，可是隨着這一次把它爆炸開來，我其實是蠻佩服 Corey Smith 先生在這一塊的想法的，很多細節是他沒有講，然後我覺得他在思考的確實是一個讓需要傳統 Tele 音色的吉他手，有一個比較穩定好用的一把琴，然後他同時也可能是想要讓一些對於 Tele 或者 Vintage Tele 有點害怕的人，可以重新去認識 Tele Tone 的機會。但可惜的是，只能講這種定位的產品一直以來都是相對尷尬的。對，它並不如像凱瑞提到的 Fender Custom Shop 的 Tele 或者是江社的 Asato 的 Tele。那種會比較讓人有一種悸動，會有一種哇，這就是 Tele 的感覺。它其實是一個太乾淨的 Tele， 以至於會讓人覺得，這個是 Tele 吧？對，傳統的 Tele 玩家就覺得這個不夠 Tele， 然後那種不喜歡 Tele 的人摸到它覺得哇，高頻怎麼那麼噴？別鬧了，這個不好用之類的，所以我覺得蠻可惜的。對啊，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是會想要推薦給你們看看這支琴。NF53 是一支非常值得被你們用力認識的一個 Tele 的算是翻玩之作吧。我覺得它注定會變成一個未來的經典，因為從來沒有人把 Tele 玩成這個樣子過。好，那我們 NF53 的專題就到這邊吧。感謝你們的收看，也祝你們2026年順利。那希望新的一年還能再多得到你們一點支持，然後我也會想要試着讓頻道有更多不同的東西，因為這個頻道其實一直以來我都希望是我能把我的生活跟我的所學分享給大家。好，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嘍。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分享給你們朋友。See you next time，拜拜。